含辛茹苦养了养女23年，结果养女结婚当天，竟当众诬陷我是人贩子。他挽着亲生父母的手臂，居高临下的蔑视我。快把你的海外资产给我，不然我就将你人贩子的身份曝光。我笑了，随手拨通一个电话，3秒钟后，他们后悔了。你掂量清楚，现在这。出席室把转移合同签了吧。听着他这胜券在握的话，我不怒反笑，字字清晰。杨素梅，要不要我帮你回忆，你女儿当年是怎么丢的？此话一出，所有人都愣住了。当年苏冉冉生母赶集时，苏冉冉被人贩子偷走，我将苏冉冉从人贩子手里救下，一边养着她，一边帮忙寻找她的父母。因为苏冉冉身子弱，我没把她送孤儿院，亲自养在身边，怕她自卑，也从来没告诉过她身世。苏冉冉6岁时，我托人找到了她的亲生父母，可是她的亲生父母却不认苏冉冉这个女儿。听了我的话，苏冉冉的脸瞬间惨白，嘴唇哆嗦着，转头问杨素梅：“我说的是不是真的？是不是他们把她丢掉的？”杨素梅眼底闪过一丝心虚，立马抓住她的手，开始哭天抢地，说我是骗子，还说他们倾家荡产找了苏冉冉这么多年。杨素梅甚至要以死明志，做事就要往柱子上撞。苏冉冉和她亲生父亲苏成赶紧冲上去拦住了人，杨素梅顺势倒在丈夫怀里，哭得撕心裂肺。现场所有人都被这一幕打动了，而我成了那个十恶不赦的罪人。苏冉冉相信杨素梅，她语气强硬地让我签了资产转移书，不然就要跟我计较到底。看着她这副坚定的样子，我心里一阵刺痛。让我签字，做梦！苏冉冉，我对你的养育到此结束，以后我们毫无瓜葛。如果你要跟我计较，那我将奉陪到底。从小到大，我在她面前从未如此疾言厉色。苏冉冉愣在原地，神情摇摆不定。这时，苏成走上前，恶狠狠地盯着我：“冉冉，没必要跟他客气。如果他被判定为精神失常，送进精神病院，你作为他户口本上唯一的女儿，自然就能继承他的资产。”闻言，苏冉冉喜上眉头，眼里贪婪尽显。这是你逼我的。要是你一开始就愿意给我爸妈补偿，会闹到这个地步吗？我忍不住感慨他们的天真。就算他这么做，我的财产也落不到他们手里。我每年都会立遗嘱，所有财产都捐给福利院和孤儿院。想吃我的绝户没门。况且我户口本上可不只有他一个人。这时，门外的保安慌慌张张跑进来，在傅清扬耳边说了几句。傅清扬脸色立马紧绷。副总到了。苏成耳尖一动，上前小心翼翼地问道：“是那个博氏集团的太子爷博寒安吗？”傅清扬点了点头。苏成脸上立刻笑容灿烂，眼角的褶子挤在一起。太好了，巴结上博总可是我们几辈子的福气呀！听到博寒安的名字，我心头一震，这个臭小子终于来了。我拨开身前围堵的人群，不顾一切地往门外冲。我刚要开口喊博寒安的名字，安保粗糙黝黑的手掌就死死捂住了我的嘴，后背一阵刺痛，电流从那一块皮肤窜向四肢百骸，我额头冒出冷汗，浑身发软。傅清扬厉声呵斥：“死老太婆发什么神经？要是搅了博总的兴趣，有你受的！”他吩咐保安把我先关到休息室，等博总走了，再把我送到精神病院。我像一滩烂肉被随意丢在地上，电棍的痛感让我动不了，也喊不出。博寒安刚下车，就听见一个熟悉的声音。他迈步朝礼堂走去，环顾四周，不由得皱了皱眉。傅清扬满脸谄媚地上前迎接，笑着喊博总，把他往主位引。博寒安不动声色地避开他的手，目光落在身旁的苏冉冉身上。我是来见见我的好妹妹。此话一出，现场叽叽喳喳议论起来。妹妹？难不成苏冉冉是博总的妹妹？博总可是金圈有名的巨头，要是多了这么个哥哥，
苏家的名誉和财富断崖式上涨。傅清扬不由一喜，惊喜地追问苏冉冉，怎么没跟他说过他哥哥是薄总？苏冉冉眼神无助地看向杨素梅和苏成，脸上有些茫然。薄总，您是不是认错人了？薄寒安嗤笑一声，眼神戏谑。我们的母亲可是同一位，我怎么会认错？苏冉冉像是想到了什么，脸色唰的一下白了。傅清扬完全沉浸在自己是薄寒安小舅子的幻想中，丝毫没有看到苏冉冉惨白的脸色，举着酒杯和薄寒安攀亲。现场宾客继续议论，听说薄总是在孤儿院长大的，难不成冉冉爸妈资助过薄总？难怪薄总私下称阿姨为母亲，养恩大生恩啊！杨素梅虚荣心暴涨，挺直了腰板，走到薄寒安面前。薄总，我和冉冉父亲确实做过慈善事业，要是薄总愿意，可以喊我一声妈。闻言，薄寒安轻轻蹙眉，朝他走近了几步。在杨素梅期待的目光下，薄寒安缓缓张开嘴：“你也配让我叫你一声妈？说，把我母亲藏哪儿了？”电击棒的威力渐渐退去，耳边的声音变得清晰起来。那个臭小子向来爱憎分明，眼里容不得沙子，更别说有人妄想让他喊妈。薄寒安是我第一批救助的孩子，他亲生父亲酗酒家暴，在一个大雨滂沱的夜里逃出来，被我偶然救下。至于苏冉冉，他知道我做慈善，却不知道我创办了一个孤儿院，收养了成千上万的孩子。我察觉到安保走神，卯足力气咬在他的虎口上，安保吃痛，发出一声惨叫。我趁机推开他，跌跌撞撞跑出休息室，身后保安拼命追赶，快把他抓住，不能让他跑到大厅闹事。就在安保快要抓住我头发的千钧一发之际，我大喊一声：“你这个臭小子，怎么现在才来？”大厅里的人纷纷回头，忍不住嫌恶地皱起眉，指责我到底要缠着苏冉冉到什么时候？真把苏冉冉当自己女儿了。傅清扬眼神凶狠地抬手催促保安赶紧把我带走。话音未落，薄寒安厉声制止了正在拉扯我的安保。慢着！薄寒安提步朝我的方向走来，刚走出2步，苏冉冉突然伸手挡在他面前。薄总，您最好离他远点儿。他就是当年拐卖我的人贩子，今天跑到我婚礼上来闹事。薄寒安顿住，反问了一句：“人贩子？”苏冉冉面色难看，仿佛在说一件难以启齿的事。对，他有精神病。20年前他把我当做他的小孩拐回家，害我和爸妈骨肉分离这么多年。现在我认亲回家了，他不甘心，想毁了我的婚礼。杨素梅连连点头，说她没来的时候我精神病犯了，在大厅说了不少疯话。苏成对着薄寒安讨好：“薄总放心，我女婿做事向来周全，为了不让他妨碍您，我们正准备把他送进精神病院。”薄寒安脸色彻底阴沉下来，额角青筋暴起，安保动作粗暴，自顾自地扯着我的手臂，想再次把我拖进休息室。可刚碰上我的手臂，只见一个修长的身影一脚把那人踹开。在众人错愕的眼神中，一脸寒霜的薄寒安像个做错事的孩子，蹲在我面前：“妈，对不起，儿子来晚了。”顿时，大厅鸦雀无声。下一秒，现场宾客纷纷发出震惊的惊呼，宾客们满脸不敢置信，议论着我竟然是薄总的母亲。人群里有人忍不住出声，提醒薄寒安，问他会不会认错了，说我可是拐走苏冉冉的人贩子。宾客还追问他的母亲总不可能是人贩子吧？薄寒安冷笑一声，扶着我肩膀的手一顿：“人贩子？我怎么不知道我妈什么时候成了人贩子？怕是有人被耍得团团转吧？”苏冉冉面色煞白，开口问薄寒安在说什么。薄寒安凑近一步，怒骂苏冉冉简直是个没脑子的蠢货。当年他亲生父母把他丢在雪夜里，他差点冻死。要不是我把他抱回来，他根本不可能站在这里侵占我的财产，更不可能想着把我送进精神病院。杨素梅见苏冉冉神情松动，额角冷汗直淌，她对着苏冉冉大喊：“别信薄寒安的话，说薄寒安是人贩子养大的孩子。”他的话不能信。薄寒安闻言神色不悦，喊了一声来人。工作人员立马拿出一叠厚厚的资料，分发给在场的每一位宾客，也递给了怔愣的苏冉冉。他早就派人查过苏成夫妇的底细，这2人贪得无厌，处处算计，而且身上还背着案底。杨素梅在菜市场买菜，因为砍价不成，一口咬定对方的菜有问题，把人打进了医院。苏成则是嗜赌成性，欠了一屁股债，他们的一双儿女被榨得干干净净。每个月，苏成夫妇都固定向他们各索要8000块钱，要是不给，轻则破口大骂，重则跑到单位去闹。早在1年前，那兄妹俩就已经通过打官司跟他们断绝了关系。走投无路之下，这2口子才想起还有苏冉冉这个被遗弃的女儿。资料握在苏冉冉手里，像个滚烫的烙铁，她的手止不住的发抖，抬起头望向苏成夫妇，眼眶通红。苏冉冉颤抖着开口质问苏成夫妇是不是骗了她，问他们是不是真的把她丢了。杨素梅眼里闪过一丝心虚，随即猛地掐了一把自己的大腿，哭喊起来：“
让他别被人骗了。他说薄寒案权势滔天，动动手指就能改资料，让苏冉冉一定要相信他。苏冉冉又动摇了，我失望的摇了摇头，示意薄寒安拿出录像带。资料会造假，录像可不会。当年杨素梅丢弃苏冉冉的地方，就在孤儿院旁边的小巷旁，刚好有摄像头拍到了。当年我把苏冉冉送去医院救回来之后，曾经派人去找过杨素梅，可她坚决不要这个孩子。之后还搬了家，录像被投上大屏幕，画面很模糊，但依然能看清一个酷似杨素梅的身影，鬼鬼祟祟的把一个粉白的婴儿毫不犹豫地扔在地上，然后若无其事地离开。那婴儿衣裳单薄，寒冬腊月里冻得哇哇直哭，声音越来越小，看得人心惊肉跳。镜头一转，是年轻时的我，慌忙跑过去把他抱起来，拼命往医院跑去。第3段画面，工作人员抱着已经救治好的婴儿，敲开了苏成夫妇当时的家门。门开了，杨素梅抱着双臂靠在门框上，一脸戒备。工作人员说明了来意，他连看都没看婴儿一眼，冷冷地开口说捡回来的孩子就是别人的，随他们处理，丢了扔了都跟他们无关，还让工作人员滚。苏成更是直接不耐烦地把工作人员往外一推，啪嗒一声狠狠关上了门。从头到尾没有一个人看过那个婴儿，全场鸦雀无声。苏冉冉像被抽空了所有力气，跌坐在地上，泪珠重重砸在地面上，嘴里反复念叨着怎么会这样。他的声音里满是懊悔，过了好一会儿才小心翼翼地抬起头看向我，嘴唇哆嗦着，眼眶里的泪水怎么也止不住，他喉咙却像被堵住了一样，只挤出一声带着哭腔的妈，随即又心虚地低下了头，不敢再看我的眼睛。我别过脸去，装作没有看见。苏成和杨素梅见势不妙，悄悄往后退，想从侧门溜走。薄寒安一个眼神，安保便把他们按住了。我看着那2张写满慌乱的脸，声音不大，却清清楚楚传进每个人耳朵里。我告诉他们，今天他们都要为自己所作所为付出代价。傅清扬脸色煞白，这场反转来得太快，他完全没反应过来。但到底是生意场上混出来的人，他一把拉起跌坐在地上的苏冉冉，快步走到我面前，挤出笑脸，对着我讨好，说现在真相大白了，之前的事都是误会，我对苏冉冉有抚养之恩，他这个晚辈也该唤我一声妈。他弯了弯腰，又用胳膊肘拱了拱身后的苏冉冉，说都是小打小闹，苏冉冉只是耳根子软，被人蒙骗了，以后他和苏冉冉一定好好孝敬我。苏冉冉被拱得往前踉跄了一步，她慢慢抬起头，眼里有心虚，有期许，还有藏不住的害怕，怯生生地叫了一句妈。我笑了，我告诉他们，我可担不起他们这声妈。苏冉冉的脸色唰的一下，血色全无。我告诉苏冉冉，从她改姓的那天起，我和她就再无半点关系。那天她站在法院门口质问我是不是人贩子，冷笑着对我说，我这么恶心的人不配让我叫她妈的时候，我们的母女缘分就已经断了。我急得声音都在发抖，拼命跟她解释，说我不是人贩子，这些年我对她好不好她心里有数，我教她走路，教她认字，教她做人，我是不是人贩子她难道认不出来吗？她冷笑一声，说她亲生父母不会骗她，转身就让法院查封了我的房子，满是嫌恶的语气到现在仿佛还回荡耳边。那一刻我的心寒得彻骨，如今这声妈我怎么受得起？我对着苏冉冉质问，说之前她要创业，说名下要有房产才好看，我二话不说把房子过户给了她，却没想到养出了一个白眼狼。我继续质问她，她把房子拿去给苏成夫妇抵债，让我半夜流落街头的时候，可曾想过我也是她叫过妈的人？她那双泪眼朦胧的眼睛忽然和记忆里重叠了。小时候她蹒跚学步，不小心摔在地上，抬起头也是一双水汪汪的眸子，可怜巴巴地望着我，嘴里喊着妈妈抱。我闭了闭眼，不愿再看。薄寒安居高临下，看着冒着冷汗的傅清扬，宣布博士和他公司的合作到此结束。傅清扬扑通一声摔在地上，嘴里还反复念着全完。现场闹哄哄的，苏冉冉的闺蜜杨玲张了张嘴，满脸通红的挤过来，对着我道歉，说之前误会了我。其他宾客也纷纷跟着上前，对着我道歉。后面的话我已经听不清了。我扶着薄寒安的手，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婚礼现场。经过调查，真相终于水落石出，苏冉冉和苏成夫妇用的是虚假诉讼，之前所谓的债务担保全是捏造的，法院上门执行也是假的。我收集了所有证据，将他们一并告上了法庭。开庭那天，我坐在原告席上，脊背挺得笔直，薄寒安陪在我身边，身后还坐着几个从孤儿院走出去的孩子，他们说要来给我撑腰。苏冉冉被带上被告席时，整个人瘦了一圈，她低着头不敢往我这边看。我听说了傅清扬和她离婚，这段日子她十分不好过。苏成和杨素梅则缩在旁边，脸色灰败，再也没有了当初婚礼上的嚣张。我的律师将证据一件件呈上，银行流水、伪造的借条、虚假诉讼的卷宗，还有苏成夫妇利用苏冉冉变卖我首饰和房产的资金流向，每一样都清清楚楚。法官问苏冉冉还有什么要说的，她张了张嘴，声音沙哑，说她不知道哪些债务是
假的。我的律师直接打断了他的话，明确指出他未经我同意擅自变卖我的首饰和房产，将所得款项转给苏成夫妇。即便他不知道债务是假的，侵占他人财产的事实也无可辩驳。苏冉冉的脸白得像纸，苏成和杨素梅则彻底哑了火，只顾着发抖。开庭结束后，他们得到了应有的惩罚。苏冉冉入狱前请求再见我一面，我的脚步顿了一下，然后拒绝了。苏冉冉似乎也料到了这个答案，警方转告我，他只留下了短短几个字。苏冉冉留下的话是：妈，对不起。我忍住眼眶里的泪意，抬起头朝门外走去。一出门，一大群记者就围了上来，不知是谁公开了我创办孤儿院的事。更让人意外的是，那些从孤儿院里走出去的孩子，摇滚天王、商界大佬、当红影帝，竟然都是我的孩子。话筒一个接一个的怼到我面前，薄寒安及时挡在我身前，他面色冷得不敢让人接近。记者壮了壮胆，依旧开了口，问我创办孤儿院的初心是什么，我培养出这么多优秀的人才有什么秘诀？许多问题我都避而不答，直到一个记者开口问了我最后一个问题。记者问我最大的心愿是什么，我停下脚步，看了看站在我身旁的亲切面孔，随后看着镜头笑了笑，说出了自己往后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我的孩子们平安健康。法院门口的喧嚣被隔绝在紧闭的车门之外，薄寒安护着我坐进后座，抬手示意司机驱车离开。车辆平稳驶入车流，车窗贴着最深的隐私膜，将外界所有窥探的镜头与嘈杂的人声尽数挡在外面。我靠在柔软的座椅上，指尖还残留着话筒冰凉的触感，紧绷了数月的神经终于在此刻彻底松弛下来。23年的养育执念在罚锤落下的那一刻彻底画上了句点。我曾以为掏心掏肺的偏爱能捂热一颗石头般的心，到头来却只换来一场精心策划的算计与背叛。薄寒安坐在我身侧，没有多余的言语，只是默默递来一杯温度刚好的温水，杯壁外侧裹着暖绒套，连一丝凉意都未曾透出。我接过水杯，温热的触感从指尖蔓延至四肢百骸，堵在胸口许久的郁气也跟着散了大半。车辆没有驶向我市区的公寓，而是朝着城郊孤儿院的方向驶去。那里是我倾注了半生心血的地方，也是我真正意义上的家。车子驶入熟悉的林荫道，道旁的香樟树枝繁叶茂，在路面投下斑驳的光影，风穿过枝叶的缝隙，带来淡淡的草木清香。孤儿院的大门早已敞开，门口站着乌泱泱一群人，各个年龄段的身影错落而立，却都安安静静地朝着车辆驶来的方向张望。他们都是从这家孤儿院走出去的孩子，是我看着从牙牙学语的孩童，一步步长成如今在各自领域独当一面的大人。车刚停稳，薄寒安便率先下车，绕到我这一侧打开车门，抬手虚护在车门框顶端，生怕我起身时撞到额头。我扶着他的手走下车，站在最前面的几个孩子瞬间红了眼眶，却依旧守着规矩，没有一拥而上，只是齐齐朝着我躬身，用最郑重的方式唤我。我看着一张张熟悉的面孔，眼眶也跟着发热。当年我创办这家孤儿院，从最初只有3间平房，3个无家可归的孩子，到如今收养过成千上万名孩童，从来没想过要从他们身上索取任何回报。我年少时父母意外离世，10几岁便孤身一人在社会上摸爬滚打，尝遍了无家可归的苦楚，才拼尽全力想要给这些和我有着相似遭遇的孩子搭起一个能遮风挡雨的港湾。苏冉冉是我唯一一个亲自养在身边的孩子，我总觉得他刚出生就在雪地里遭了大罪，便想把世间最好的东西都捧到他面前，用毫无底线的偏爱弥补他受过的苦，却没想到这份毫无保留的付出终究养出了一只会反噬主人的白眼狼。孩子们簇拥着我往院内走，脚步都刻意放得极缓，配合着我的步速，生怕我走得急了累着。孤儿院还是我熟悉的模样，院子里种满了孩子们最喜欢的向日葵，此刻虽已入秋，花盘依旧迎着阳光，金灿灿的一片，晃得人眼热。草坪上有几个年纪尚小的孩子在放风筝，看到我回来都举着手里的风筝线跑过来，围着我叽叽喳喳地围在我脚边。我蹲下身摸了摸跑在最前面那个小女孩的头顶，她是上个月刚被送到孤儿院的，父母意外离世后家中再无其他亲人，刚来的时候怯生生地躲在柜子后面，连一句完整的话都不敢说，如今眼里已经有了属于孩童的灵动与光亮。小女孩把攥在手心许久的一颗水果糖塞到我手里，糖只被她的体温捂得发皱，却依旧裹得严严实实，没有一丝破损。我接过那颗糖，心里软得一塌糊涂。这世间最纯粹的善意，从来都来自这些不掺任何杂质的童心。薄寒安跟在我身后，早已提前和院里的护工阿姨交代妥当，中午的饭菜全是按照我的口味准备的，清淡不油腻，都是我吃了几10年的老味道。饭厅里摆了长长的几张桌子，孩子们依次落座，却没有一个人先动筷子，都安安静静的等着我坐下。饭桌上没有一个人提起苏冉冉的名字，也没有一个人说起法庭上的糟心事，他们默契的避开了所有可能戳中我心事的话题，只是轮流给我夹菜，说着院里最近发生的趣事。坐在我左手边的林野是当年院里最叛逆的孩子，他年少时混不吝的性子惹了不少麻烦，打架斗殴样样都来，是我一次次把他从歪路上拉回来，也是我拿出积蓄给他买了第1把吉他，支持他去追逐音乐梦想。如今的他已经是国内顶流的摇滚天王，演唱会场场爆满，手握无数音乐奖项，却依旧在我面前像个没长大的孩子。他跟我说起下个月即将开启的全国巡演，第1场就定在本市，特意给我留了视野最好的位置，还在舞台上专门搭建了专属的休息区，怕我坐久了会累。妈，我还专门为您写了一首歌，我要在巡演首场当着几万人的面唱给您听。我笑着点头应下，看
看着他眼里闪烁的光，像极了当年他第一次抱着吉他站在我面前说想做音乐的模样。坐在我右手边的沈清慈是当年院里最安静的孩子，他不爱说话，总喜欢躲在图书室的角落里看书，性格敏感又内向，是我一点点陪着他打开心扉，也是我支持他去考了电影学院。如今的他是手握3座影帝奖杯的实力派演员，是娱乐圈里出了名的零绯闻、高口碑艺人，却依旧在我面前带着少年时的腼腆与恭敬。妈，我投资了一部公益电影，剧本已经打磨了整整2年，讲的是孤儿院孩子的成长故事。所有参演的艺人都是零片酬出演，电影上映后的全部票房收益都会全数捐给全国各地的孤儿院。我想请您做这部电影的总顾问，把最真实的故事呈现给大众，让更多人关注到孤儿这个群体，让更多无家可归的孩子能拥有一个温暖的归宿。我看着他眼里的认真与坚定，笑着应下了他的请求。这些孩子哪怕走得再高再远，都从来没有忘记过自己的来处，也从来没有忘记过要把当年收到的善意继续传递下去。饭吃到一半，薄寒安的手机震动起来，他拿着手机走到饭厅外接听，不过几分钟就折返回来，俯身到我身边，低声告知了电话里的内容。是监狱那边传来的消息，苏成在狱中与同监室的犯人发生冲突，被人打断了腿。杨素梅在看守所得知消息后，闹得歇斯底里，托人带话想见我，说要当面给我道歉，求我出手救救苏成。我手里的筷子顿了顿，随即恢复了平静，只是轻轻摇了摇头，没有再多说一个字。当初他们夫妻俩联合苏冉冉算计我的全部财产，甚至不惜伪造证据，想把我送进精神病院，让我在里面孤独终老的时候，就该想到会有如今的下场。这世间的公道从来都不会缺席，种什么样的因，就该结什么样的果。薄寒安瞬间明白了我的意思，点了点头，转身出去回了电话，几句话就把事情处理得干干净净，确保往后再也不会有人拿这些糟心事来打扰我。饭桌上的孩子们都听到了动静，却依旧没有一个人接话，只是林野往我碗里加了一块炖得软烂的排骨，顺势岔开了话题，跟我说院里的老黄狗生了一窝毛茸茸的小狗，吃完饭要带我去看。我顺着他的话接了下去，心里清楚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小心翼翼地护着我，不让那些烂人烂事再扰了我的心神。吃完饭，孩子们陪着我在院子里散步，秋日的阳光不燥，透过梧桐树叶的缝隙洒下来，在地面投下斑驳的光影，风里带着桂花的甜香，还有不远处孩子们的笑声。沈清慈跟在我身侧，跟我说他最近看了一处带院子的独栋住宅，就在孤儿院隔壁，环境清幽，安保也是顶级配置，想让我搬过去住，离孤儿院近，他们过来看我也方便。我笑着摇了摇头拒绝了。我在孤儿院的宿舍住了几10年，屋里的一桌一椅都藏着我和孩子们的回忆，哪里都比不上这里住着安心。沈清慈也不勉强，只是点了点头，说那他就把那套房子买下来，改造成孤儿院的公益图书馆，给院里的孩子们添更多的书，也给周边学校的贫困孩子提供一个免费看书的地方。薄寒安也在旁边接话，说博士集团已经和全国10几家顶尖的儿童医院达成了合作，成立了专项公益基金，专门救助那些家境贫困的患病儿童。基金的所有启动资金与后续运营费用都由博士集团全额承担。基金的名字用的是我的名字。我停下脚步，看着身边这些在各自领域里叱咤风云的人物，如今却都像小时候一样围在我身边，争先恐后的想把最好的东西捧到我面前，眼眶瞬间就热了。当年我只是随手撒下了一把善意的种子，如今却长成了一片能为我遮风挡雨的森林。下午的时候，陆陆续续有更多的孩子赶到孤儿院，有在国外顶尖实验室做科研的学者，特意坐了10几个小时的跨国航班赶回来，手里还带着给院里孩子们带的礼物。有在部队里任职的军官，穿着笔挺的军装，身姿挺拔地站在我面前，给我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眼里是藏不住的心疼与敬重。有在3甲医院任职的顶尖医生，特意调了班赶过来，随身带着体检设备，要给我做一个全面的身体检查。还有在全国各地做基层工作的孩子，哪怕赶不回来，也都打来了电话，托院里的兄弟姐妹给我带了问候和礼物。他们都是我当年从困境里拉出来的孩子，如今都长成了能为国家、为社会做贡献的人。这是我这辈子最骄傲、最自豪的事。院子里越来越热闹，却一点都不嘈杂。孩子们各司其职，有的陪着院里的小朋友做游戏、讲故事，有的去厨房帮忙准备晚上的饭菜，有的拿着工具修补院里有些松动的围栏和桌椅。一晃几10年过去，孩子们都长大了，可那奋刻在骨子里的亲近与依赖从来都没有变过。傍晚时分，门口的安保进来通报，说有几个当年苏冉冉婚礼上的宾客辗转托了好几层关系找到这里，手里提着贵重的礼品，想进来给我当面道歉，求我原谅他们当初的口不择言。我正坐在院子里的藤椅上，看着小朋友们喂刚满月的小狗，闻言只是抬了抬眼，
淡淡说了句不必了。当初他们不分青红皂白，跟着苏城夫妇一起辱骂我是人贩子，往我身上泼脏水，用最恶毒的话语揣测我的时候，就该知道有些话一旦说出口，就再也收不回去了；有些伤害一旦造成，就再也没有弥补的机会。我不是圣人，做不到对所有的伤害都一笑置之。我能做的只是远离这些是非，守着我的孤儿院，守着我的孩子们，过好往后的日子。博寒安点了点头，立刻交代安保把门口的人全部赶走，还特意吩咐下去，往后但凡有人想借着道歉的名义来攀关系、博眼球，一律拦在门外，不必再进来通报。夕阳西下，金色的余晖铺满了整个院子，给院里的一草一木都镀上了一层温柔的暖光。孩子们在院子里搭起了烧烤架，准备晚上的烧烤。林野抱着吉他坐在台阶上，轻轻弹着温柔的旋律，歌声顺着晚风飘过来，温柔又治愈。我坐在藤椅上，看着眼前这热闹又温馨的一幕，心里前所未有的平静与安宁。之前的23年，我把几乎所有的精力和心血都放在了苏冉冉身上，忽略了院里这么多真心待我的孩子，也忽略了自己的生活。如今想来，实在是得不偿失。苏冉冉的事就像一场持续了23年的噩梦，如今噩梦终于醒了，我也该彻底放下过去，好好过自己的日子了。晚上的聚餐格外热闹，孩子们给我倒了一杯度数极低的果酒，甜甜的，带着果香。他们齐齐举起手里的杯子，朝着我躬身，眼里全是真诚的祝福与敬爱。我举起杯子，跟他们轻轻碰了碰，冰凉的果酒滑进喉咙，甜意却一直漫到了心底。那天晚上，孩子们都没有走，在孤儿院的活动室里陪着我聊了很久很久。他们聊着小时候的趣事，聊着那些藏在记忆里的我都快要忘记的小事，聊着他们这些年的经历，聊着他们未来的规划，桩桩件件都想跟我分享。林野说，他13岁那年偷拿了院里5块钱，去买了心心念念的吉他拨片，事后怕我骂他，躲在后山的树洞里待了整整1夜。是我打着手电筒，冒着大雨在后山找了他1夜，找到他的时候没有骂他一句，只是把冻得浑身发抖的他裹进怀里，给他带了热乎的肉包子。他说，从那天起他就发誓，这辈子一定要有出息，一定要拼尽全力护着我，不让任何人再欺负我。沈清慈说，他10岁那年被附近学校的孩子堵在巷子里欺负，骂他是没人要的野孩子，是我路过把他护在身后，一字一句地跟那些孩子说，他是我的孩子，谁都不能欺负。他说，是我给了他一个家，给了他往前走的勇气，没有我就没有今天的他。一个个孩子轮流说着那些藏在他们心里很多年的话，我坐在旁边听着听着，眼泪就忍不住掉了下来。我总觉得我当年只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事，只是给了他们一个遮风挡雨的地方，却没想到这些微不足道的善意竟然成了他们这辈子前行路上的光。那天晚上我睡得格外安稳，没有辗转反侧，没有噩梦缠身，一觉睡到了天光大亮。第二天一早，我刚起床洗漱完，就看到博涵挨站在宿舍门口，手里拿着一个厚厚的牛皮纸信封，脸色没有什么波澜。我让他进来，他把信封递给我，里面是苏冉冉在狱中写的忏悔信，厚厚的一沓纸，写满了他的后悔与歉意，写了他在狱中的生活。都没有留下。他回来的时候跟我说了苏冉冉的近况，他因为在狱中屡次违反监规，原本提交的减刑申请被驳回，还被追加了半年的刑期。我点了点头，没有多说什么。路是他自己选的，所有的后果都该由他自己承担。从那天起，再也没有人在我面前提起苏冉冉，也没有人提起苏城夫妇。那些糟心的人和事，就像一阵风一样，彻底从我的生活里消失了。日子一天天过去，我的生活重新回到了正轨。我每天待在孤儿院里，陪着孩子们读书写字，看着他们在院子里跑跳玩耍，教他们做人的道理，日子过得平静又充实。博涵安他们几个几乎每天都会过来，有时候带着工作过来，在院里的书房处理公务，处理完了就陪着我吃饭散步，雷打不动。林野的全国巡演如期开启，首场就在本市的体育馆，他给我留了最前排的专属位置，还在舞台侧面搭了一个舒适的休息区，怕现场太吵，也怕我坐久了累着。演唱会那天，体育馆里座无虚席，数不清的荧光棒汇成了一片星海。林野站在舞台中央，万众瞩目，却在开场的第一时间朝着我所在的方向深深鞠了一躬。他在数万人的注视下，说出了藏在心里很多年的话，说他这辈子最感谢的人就是他的妈妈，是妈妈给了他第2次生命，给了他追逐梦想的勇气。说完，他抱着吉他
唱起了那首专门写给我的歌。温柔的旋律，真诚的歌词，唱哭了现场无数的观众，也唱红了我的眼眶。演唱会结束后，相关的词条霸占了整个热搜榜，无数网友被我的故事打动，纷纷留言说我才是真正的人间天使。还有很多爱心人士通过各种渠道给孤儿院捐款捐物，想为这些孩子尽一份自己的力。沈清慈投资的公益电影也正式开机了，他推掉了所有的商业片邀约，全身心投入到这部电影的拍摄中。开机仪式就设在孤儿院的门口，来了很多媒体和圈内的艺人，所有人都是零片酬出演，只为了助力这份公益事业。开机仪式上，记者们再一次把话筒怼到我面前，问我看着自己养大的孩子一个个都这么有出息，心里是什么样的感受。我看着镜头，笑着说出了藏在心底的话。我从来没有要求他们要多么功成名就，要赚多少钱，要站在多高的位置上。我这辈子最大的心愿从来都只有一个，就是希望我的孩子们能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地过完这一生。我的这句话再一次登上了热搜，无数网友说这才是一个母亲最真挚、最动人的心愿。日子过得很快，转眼就到了深冬。今年的冬天格外冷，下了好几场大雪。孤儿院的院子里积了厚厚的一层雪，屋顶上、树枝上全是白茫茫的一片，像一个童话里的冰雪世界。孩子们陪着我在院子里堆雪人、打雪仗，欢声笑语传遍了整个院子。冰冷的寒风里全是温暖的气息。小年那天，孤儿院格外热闹，所有在国内的孩子都赶了回来，挤满了整个院子，连走廊里都摆上了桌子，热热闹闹的准备年夜饭。厨房里几个孩子围着灶台忙活，都是他们亲手学的菜，全是我爱吃的口味。平日里在商场上杀伐果断的薄寒安，系着围裙站在灶台前掌勺，动作熟练利落，一点都没有商界大佬的架子。我站在厨房门口，看着里面忙忙碌碌的身影，心里满是暖意。我这辈子无儿无女，却又儿女满堂。苏冉冉陪了我23年，却终究只是我生命里的一场劫。而这些我用心养大的孩子，却用他们的一生来回报我当年的举手之劳。年夜饭开席的时候，外面又下起了鹅毛大雪，院子里挂着的红灯笼在雪夜里亮着暖融融的光。孩子们齐齐举起手里的杯子，对着我送上新年的祝福，声音整齐又响亮，震得屋顶都仿佛在轻轻晃动。我举起杯子，看着眼前一张张带着笑意的脸，眼眶发热，笑着回应了他们的祝福。窗外的烟花骤然炸开，在夜空中绽放出绚烂的花火，照亮了整个夜空，也照亮了孩子们眼里闪烁的光。新年的钟声缓缓敲响，我在心里默默许愿，愿我的孩子们岁岁年年平安康健，愿这世间所有的孩子都能被温柔以待，都能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温暖的家。